首先是好不好看，小米苏7的外观评价两极分化。我想说的是，好看与否因人而异。它明显的特征是偏较广的比例，一看这车的轮廓就属于偏运动这一派的。给大家5秒钟的时间，再看看整个车的样子，把你们对外观的评价留在评论和弹幕上。好不好开分两方面，一个是动力是否充沛，开起来是否跟脚；第二个是转向和底盘能不能有一个比较灵敏的响应和一个比较好的跟随性。首先来说动力，我们这是双电机的车型，它的最大功率是495千瓦，它的0到100公里每小时加速时间是2.78秒。其实，在20到30万的纯电动轿车里面，一个2秒俱乐部车型还是比较少的，像是极氪007、智己 L6，包括这个小米苏7，所以动力储备是属于第一梯队的。另外，在方向盘的右下角这里有一个保时捷同款的一键20秒真男人模式，这个车叫一键 Boost， 它开启以后能够维持20秒的超额定功率的输出，高速时也能给你一个再加速很澎湃的动力，一个比较爽的动力体验，所以动力储备是 OK 的。那开起来的跟脚程度主要是踏板的感受，如果是舒适模式的话，这个踏板的脚感和整个动力输出的体验特别像是你去挤一块吸了80%水的海绵，就是你踩踏板的时候，这个阻尼的感受特别像那个吸饱了水的海绵那种比较柔韧比较厚重的感受。同时你在踩加速踏板逐渐往下增加油门开度的过程里，它有点像是你在逐渐挤那块海绵，一个很柔和且很线性的动力输出，所以开起来是很跟脚的。那如果你用运动模式或者运动加模式，整个初段会变得非常灵敏，点多少是多少，响应速度比较快。另外在底盘的部分，首先硬件前双叉臂后5连杆，带 CDC， 带 B 式空簧。那 B 式空簧简单来说就是它的整个调节速度会更快，而且噪音会更小。原理很简单，就是相比传统的开式空簧，它就是很简单的在储气罐跟空簧之间进行简单的充放气这些做工的过程，不会有那些从空气中再吸取空气再往里打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调节速度会比较快，声音也会比较小。其实这个车的底盘，即便你是舒适模式，你明显感觉它也是偏运动取向的。因为在空簧的部分能够做到比较软，保证舒适性，但是减震器的部分是敏感的，在路上这些路面的信息能够很快速、很灵敏的传递到车里，给你一个比较好的驾驶体验，像是一个运动型车。那如果你用运动模式或者运动加模式，整个悬架包括减震器的部分都是统一偏硬的，那么给你的感觉就是明显的偏运动的感受。其实这个车的底盘有个比较好的点，就是在过一些桥梁的接缝这种抛跳的时候，它是能够扒得住地的。很多车第一下上这个桥的接缝的时候，它是明显的那种抛跳感，这车就感觉稳稳的吸在地面上那种感受，然后整个底盘的这种稳定感会做得比较好，所以感觉这个底盘的综合素质可以给一个很高的评价。其实这点跟预想当中差不多，因为说个题外话，就是这个车的整个工程团队里面有一个工程师很眼熟，是一位老朋友，我们是同一时期的学员拿的赛照，然后他也是积极投身在像国字头的比赛，他也开 TCR 的赛车。那其实这种团队里面有个真正投身于这种汽车运动的工程师在，那做一个运动性，所以开起来很爽的底盘，对他们来说应该是一个手到擒来比较简单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底盘的综合素质我可以打一个高分。要说有什么槽点呢？我觉得是转向，就这个转向的手感不太跟手。你要说指向的灵活 OK， 打一点能够车头快速的跟进多少，但是这个转向的回正力度是偏小的。你在运动和运动加模式，它加重的只是阻尼力，你打起来会感觉更重手，但是你在打完方向以后，这个回馈力是不会变的，所以你会发现手感发黏。那如果你调一下，把它的整个阻尼力跟回馈力是一个成配比的线性的增加，你既让它变得重手了，同时也有一个比较重的回正的力度，你会发现这车开起来会更灵动一些。第3点，咱们看小米苏7到底智不智能。首先是智仓，小米擅长的是什么？是生态。你可以没有小米的汽车，没有小米的手机，但你家里大概率会有小米的周边，哪怕说开关、插座或者是一些家用电器等等。所以小米苏7的优势在智能化上就是车家互联。之前那么多厂商那么多年，为什么没把车家互联玩起来？是因为他们只有车机有生态，家里那些周边是没有生态的。那小米为什么能成？是因为小米整个生态周边的东西已经铺的足够范围够广了，所以只是这次把车给加进来。昨天我们已经实际测试过了，通过车机的语音来控制家里空调的开闭、电视的开闭，去激活扫地机器人、去开关灯等等这些。
甚至你可以画一个电子围栏，一旦你的车开出小区以后，可以自动激活离家模式，把窗帘给关上或者是拉开，然后把所有灯都给关上。那这个体验感受就很好，是真正串在一起给玩起来了。那友情提示各位臭弟弟们，如果你家买了这个车，你答应父母了，他们出门以后你要写作业，你就踏踏实实写作业，不然你突然间把家里电视或者电脑开了，这上是能看得见的。那如果他们发现你没在好好写作业，那估计国家这顿毒打就少不了。另外还有一点，单说这个屏幕和车机本身，它的反应速度、渲染能力，包括整个智能化水平，确实也是这个价位里面车机行业内的数一数二的水平。而且我觉得有一点是满足我的爽感的，就是手机跟车机之间它的无缝衔接，你一按直接就出来了，不会像很多车需要多一步，每一次一按都有个确认的过程，而且你在操作这个画面的时候是不会有任何卡顿的，因为以往有的车型这样连接以后，你滑一页 OK 顿一下，可能加载完出了下一页，这直接很丝滑就滑过来了。说实话，作为一个对数码不是一个什么狂热爱好者的一个老顽固，我承认这个车机的表现，尤其是这一点，确实是打动到我了。另一个跟智能挂钩的就是智驾能力，在硬件上，激光雷达遍布车身的各种摄像头，毫米波雷达、超声波雷达和2颗英伟达 Orin-X 芯片。软件上是小米端到端的大模型智驾算法，它能够实现的功能有高速领航，有跨楼层的一键代客泊车，同时具备城市 OA 的能力，功能没问题，足够丰富。那实际的表现如何？这里给大家卖一个小小的关子，因为过2天它的城市 OA 的实测我就会去参加，那到时候在那期视频里面跟大家好好去聊它的智驾表现到底如何。回到开头那个问题，小米速7好不好看，好不好开，够不够智能？那体验完以后，我的结论是，好看层面这个审美因人而异。我能说的是，这个运动轿跑的姿态加上很亮丽的颜色，回头率确实是很高。那好开的层面确实做到了很好开，驾驶的感受、底盘的表现做到了很高的完整度，还有一个很高的成熟度。另外就是智能化的体验，它的车机的部分表现，包括它的整个车家互联的感受，确实是它在智能化上一个很大的亮点。另外我再多说一嘴，就是后排的空间体验。虽然官方定义是一个 C 级豪华科技轿车，但实际上偏运动的感受和这个造型，也让它的后排空间我坐感受日常就是够用的水准，并不会特别奢侈的空间。最后就是价格了。之前小米速7发布到现在，其实一直都在说这个车不会太便宜，可能会很贵。那我体验完以后，感觉价格可能会在20到30的区间，不知道小米实际价格会怎么样呢？相信大家看到视频的时候，小米速7的价格已经发布了，大家可以把它的价格打在评论区里面，方便下一个来看视频的朋友能够结合价格来看这期视频。那今天关于它呢，咱们就先聊这么多。关于智驾的体验，我们会很快进行上线，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我是陈哥，咱们下期再见了。